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昆仑山东北有个小城，名叫和田。和田是个环境宜人、民风淳朴的地方。润云是当地药堂红人堂淼的丫头，她本是个孤儿，年幼时被药堂掌柜收留，从此就留在了这里。平日里为药堂干些打杂跑腿的活，虽都是些劳苦活，但润云是个心怀感恩的人，因此对如今安稳顺遂、保暖不愁的生活已是非常满意。而且他毕竟打小就生活在药堂中，耳濡目染间，还是掌握了不少医药的知识。这天，掌柜要他去山上采些乌手，润云对这种事早已是轻车熟路，因此很快就在山上找到了几根上佳的乌手。他效率很高，不多时就收集够了药草。干完活后，润云带着药材就下了山，但他走到一处山谷时，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。润云爬起来一看，却顿时给吓得瘫坐在了地上，足足缓了好一会儿。原来绊住他的竟是一块头骨，头骨主人已不知已死去多久了，但应该也有一些年岁了。他再细细一看，头骨旁边是些七零八落散落的骨头，看样子恐怕是失足堕亡的。看盆骨的形状，死者应该还是个妙龄女子，也真是令人同情。润云不由为死者感到凄苦，于是把这些散落一地的骨骸都仔细收敛起来，并从怀中取出一块蓝色丝巾，把它们好好包裹了起来，并在旁边认真挖了一个土坑，把它安葬进去了。干完这些后，他便出山了。润云回到经过镇子，便发现所有人都匆匆忙忙地朝镇中央的广场奔去。他感到很好奇，急忙拉住身旁一个熟人问道：“李方哥，前面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”那人见是润云，只得和他解释道：“润云姑娘难道不知道吗？昆仑派掌门今天亲自来咱们和田招弟子了，一共就2个名额，我们都想赶去碰碰运气呢，指不定就祖坟冒青烟给选中了呢。”说完便跑开了。昆仑派，润云微微一愣，他的大名整个西北谁人不知？据说他立派已有300年，是可以跻身西北前3的习武门派，根基底蕴都极为深厚。但他们收徒标准极严，每隔3年才会招一次徒弟，而且一次也就招2、3个。但若一旦被选中，那真就可谓是鱼跃龙门了。那人不单会被一口气奖励300两银子，并且学成出来之后，无不是王公贵族们的眼中的香饽饽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但这和我似乎没有关系吧？润云自嘲地笑了笑，毕竟自己只是个在药店打杂的，出身低贱不说，自己外形也颇为清瘦，而且自己还是个女子之身。试想那些习武之人，哪个不是孔武有力的男子汉呢？想到这儿，润云便没了兴趣，拿起药便要回药堂。但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：“哇，张玉竟然被选中了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，恭喜恭喜！”惊呼声传入润云的耳中，他不由顿住了脚步，也朝那靠了过去。原来这张玉也是红人堂的伙计，且与润云从小便同吃同穿，可谓亲如兄妹。还有没有人想要来试一试？还剩下1个名额了。只见一个麻衣高官、须发皆白的老者朗声道：“此人即是昆仑派掌本高无量，姑娘，你要来试试吗？”见润云不知不觉已走到了人前，高无量抚然问道。润云不由微微一惊，这才后知后觉自己已来到了人前，他不由感到害羞，红着脸道：“瞄我吗？我还是算了吧，我只是个女儿身，而且身体纤瘦，从未习过武，肯定不行吧？”淼姑娘，这修行练武与身材强弱其实并无太大关联。淼高无量微眯着眼道：“淼身的道理我也不跟你说，我就给你举个浅显例子吧。
修行人的身体就像是酒壶一样，而他内在的天赋灵脉就像里面的酒一样。评价一个酒好不好，不是看它的酒壶精不精美，而是看它其中装成的酒甘不甘醇。修行问道亦是同理。淼这样啊？淼润云似懂非懂，于是说道：那我也来试一试吧。淼好，就该这样，有冲劲。淼高无量赞叹一番后，便取出一块暗淡的晶石，让润云把手放上去。这种晶石名叫气晶，是专门测试修行者的根基灵脉的。若是使者天赋不错，那么气晶便会由强至弱依次发出淼赤橙黄绿青蓝紫淼的光芒。方才张玉发出的正是青光，已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了。大多数人根本就发不出一丝光照。润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手放上去，却不料下一刻，晶石顿时产生一股强烈的波动，不住的震颤，随后一股耀眼的赤光自晶石中闪耀而出，几乎都要把人眼刺瞎。纯阳圣体。淼此时的老者哪还有半点方才的云淡风轻，猛睁双瞳，面皮也因兴奋而不住的颤抖。只见他呼的一下就窜到了润云的身边，欣喜道：老夫可真是开了眼了，也算没有枉活这180有6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若肯随老夫去昆仑派修行，老夫必然会好好栽培你。淼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润云立刻答应。淼那好，你们二人从此就是我高无量的弟子了。我给你们1天的时间和家里告别，明天一早仍在此处随我入山。淼约定好后，二人连忙跑回药堂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掌柜。掌柜正在和其他伙计们吃饭，听到这消息时，众人手中的碗筷都不由掉在地上。掌柜起身，好生夸赞了二人一番，却又有些泪眼婆娑。他固然为二人的光明前途而感到由衷的高兴，但还是为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分别而感到有些伤感。他随后设下酒宴，还给二人都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互相劝勉了一番。第二天，二人如约见到了高无量。高无量让二人换上了一道轻便精致的道服，带着他们上山。昆仑派自然就建在昆仑山之巅，但几人来到山腰时，却不由犯了难。眼前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峭壁，往旁一点就是不见底的深渊。鞍前上去，二人望着高无量，高无量抚须呵呵一笑：藐视该露上两手了，也好叫你二人知道我昆仑派的手段。淼说至，长袖一挥，顿时晴空一声霹雳响过，只见原本平整的峭壁竟顷刻之间中断开来，从山阙之间露出一条陡峭的石梯，石梯的尽头是一扇天门。润云二人目瞪口呆，随即见高无量一声轻斥，人已出现在了100丈之外的天门上，同时空中传来一声飘渺之语：淼徒儿速速入内。一刻钟后不后，淼二人心知这不是玩笑，不敢怠慢，3步并作2步，才好歹赶到最后一刻跑了进来。二人步入天门，放眼望去，顿时慨叹不已。只见惠风和畅，芳香四溢，举目则尽是各种奇花异草，花儿开得正繁茂，香气直达数里，其树异木不计基数，大的树能10几人环抱，也有数寸直径的佳木，却长得足有几丈高，真是处处透露着仙家气派。再往前走去，高大的宫殿交结起连，极尽气派，见二人惊叹连连。高无量走到他们身旁，云淡风轻道：不必心羡，以后你们就会在此常住的。至于我刚才所表现出来的，都不过是一些搬山移形的雕虫小技罢了。你们若肯勤加修炼，刚来不愁掌握不了。淼、润云二人表情不由变得肃穆。3人就此举行了拜师礼，但奇怪的是，整个仪式只有高无量、润云、张玉3人，整个昆仑派都似无人一般。润云不由诧异道：师尊，为什么不见师长师姐呢？淼高无量呵呵笑道：淼他们的功法无不精熟，
现在都在内中闭关静修呢，你们切不可打扰他们。繆润云遂不将此事放于心上。拜师礼行过后，高无量从怀中取出2本秘籍，交给2人道：繆，这是昆仑派不外传的功法昆仑功，你们2人一定要勤加修炼，为师每半年就会对你们考核一次，3年后功力精进的将成为我的内传弟子，我会把昆仑派的无上功法传授于他，你2人好自勉励。繆，2人忙跪下说：谨遵教诲。繆。事后，润云与张玉勤加修习，寒暑不辍，功力日有所长。高无量很是欣慰，常常对他们说：繆真是后生可畏啊，你们可比你们的师兄们出息多了。繆。相比之下，张玉似乎比润云更加勤奋，但可能中式天赋差了一些，所以每次考核功法都比润云要差上不少。虽然他也不可谓不优秀，但师傅却明显要更加偏爱润云，还经常给他一些丹药。转眼就要到第3年，张玉的昆仑功似乎遇上了瓶颈，再难更上一步，但润云的功法却已然大成了，就连师傅都似乎已经开始将润云当作内传弟子来培养了。张玉的内心不由有些别样的感觉。再说润云，说来奇怪，他待在昆仑堂已有近3年了，可仍是除师傅张玉外一个外人也没见到。一开始他也相信师兄们都在闭关，但偏偏有一天晚上他修炼晚了，结果太过疲惫，不小心闯进了师兄们的房间。他本来十分愧疚，便很快却诧异地发现，偌大的房间竟空无一人，也丝毫没有人待过的样子。润云冷汗直流，一股莫名的恐惧迅速笼罩了他。他迅速把门关好，清除了自己来过的痕迹，这才又悄悄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他怀疑师父似乎有事在瞒着他，故而并未跟任何人提过此事。不知不觉，明天就到了中拔内传弟子的日子了。这天中午，润云在房间小憩，正当他做美梦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把他叫醒了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子，身上还披着件蓝色的丝衣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繆润云疑惑地问道。毕竟3年了，他还一个外人都没见过。那女子见他醒来，回答道：恩人，我蒙您厚恩，这次是专门过来帮您避免一场无妄之灾的。您切记，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要靠近断崖，对你的师父和你那位朋友也要心怀戒心。女子说完之后，转身便走。润云感到一头雾水，赶紧说道：姑娘，你好歹把话说清楚再走啊。但那蓝衣女子根本不再搭理润云，径直就离开了。润云忍不住起床去追，却突然失重跌到了地上，这才醒来发现刚才不过是一场梦。这个梦可真是莫名其妙，但又让人好生感到真实。繆润云心有余悸，睡意全无。恰此时有人来敲门，润云起身一看，原来是张玉。是张兄啊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润云殷切地上前问候，毕竟10多年来，2人一直都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，而最近他们的关系似乎有些冷淡了。阿云，明天就是选拔内门弟子的日子了，你我虽不可不争，但情谊永存，何不趁今日到昆仑山上好好赏玩一番呢？张玉说道。正合我意。繆润云欣然接受。2人于是来到山间，边饱览风景，边谈天说地。2人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，都不由感慨万千。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处山崖边。阿云，我是真佩服你，才不到3年，就已把昆仑功练得大成了。繆张玉叹道：张哥你也很强啊，我只是运气好罢了，你却是实打实靠自己努力走到今天的。繆润云谦逊道：或许吧。繆张玉悠悠道。突然话锋一转，阿纯，你我相识有18年了吧？繆润云不由一怔，他和张玉都是孤儿，后来被弘仁堂收留，这才得以待在药堂有个栖身之所。
当时他们谁又能想到，自己日后会有今天呢？是啊，18年了，秒润云感叹道。你我情同手足，待出师后，彼此提携，以后不愁不能出人头地。秒只可惜没有以后了。张玉突然颇为伤感地说出了这句话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怎会没有以后了呢？润云颇为疑惑地转过头来问道。因为你今天就得死。张玉眼中突然射出凶光，迅速从怀中掏出一把淬了毒的小刀，就照着润云丹田捅去。润云避之不及，被捅了个正着。张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。润云死到临头仍无法想通。阿纯，你也别怨我。张玉冷冷地说，要怨就怨你的天赋太高了，你存在一日，我张玉在昆仑堂就一日出不了头，在这里结束你也没办法，只有这样才能掩人耳目。你我下辈子再做兄弟吧。说完，他把润云推入崖下，径直离开了。阿玉，你不能这样。润云不甘地嘶吼了一声，最终坠下了山崖。但张玉没想到的是，润云竟没有死，他确实是从山崖上实打实地跌到了谷底，但却似乎在快堕底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给拖起来了。他艰难地睁开眼，一个蓝衣女子正在为他医治丹田上的毒伤。不多时，他便感觉功力已全部恢复了。他仔细一看，那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中午梦中的人。是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润云问道。你还是先听听我的故事吧。蓝衣女子叹了口气，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娓娓道来。原来，女子名叫阿兰，原是临城张佃户的女儿。张家虽穷，但父母都非常宠爱兰儿，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阿兰出落得越发楚楚动人，有不少小伙子都为她争风吃醋，生活本来可以平安顺遂地过下去。可16岁那年，昆仑派出山来到那里招徒了。阿兰也是听说了进入昆仑派就能光宗耀祖的说法，所以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尝试，却想不到阿兰天赋异禀，晶石在她手上竟发出了七彩的璀璨光芒，这是天赋奇高无比的象征。高无量看得眼都直了，大笔一挥给了张家1000两银子，就把阿兰带去山上修行了。阿兰父母自是喜不自胜，阿兰虽不舍家乡，但想到学成后前途无量，也很高兴。刚开始时，高无量对他确实是无微不至，阿兰在他的帮助下，功力上升得很快。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，当时选拔还是4年一次，和阿兰在一起的还有几位师兄师姐。那日选拔结束，一位他平日交好的师姐被选为内门弟子，单独去度殿内见高无量。阿兰当时已被内定为了内门弟子，十分好奇内门弟子都学些什么，于是悄悄地溜到度殿旁，但没想到殿内竟似冒出了莹莹紫光，同时伴有凄厉的惨叫声传来。阿兰一愣，这正是师姐的声音，莫非他们遇到了危险？想到这儿，他不再犹豫，一掌拍在门口的封禁上，破门而入，问道：师父，师姐，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但话音刚落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。只见那位师姐竟然痛苦地飘在空中，浑身惨白，身上青筋暴起，脸上的五官却以极其诡异的姿态扭曲着，七窍似还有鲜血溅出。而高无量却仰卧在地，手心脚心以内力凝结为丝线，与师姐的手心脚心相连。但见师姐的精力以肉眼可见的莹莹紫光流向高无量，这是西洋术。阿兰脑中轰地炸开，这是一种通过将他人功法拔筋抽髓以供养自身的营功。他此前只在古籍上见过这种功法，没想到今日竟在自己一向崇敬的师父身上看到了。难道说这所谓的修行练道都是假的？原来这昆仑派早已不是以前的昆仑派了。高无量多年来靠着给王公贵族输送人员，名气越来越大，
如今已身居高位，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与权势的增加，他越来越恐惧死亡。但奈何返老还童对天赋和悟性要求极高，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怎样尝试，高无量都无法成功。心灰意冷之下，他走上了邪路，通过修行西洋术掠夺他人灵脉来强行修炼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孜孜不倦在天下广收人才，原来只是为了他的一己之私。他们最终不过是沦为他长生不长的夙愿的嫁衣罢了。啊！一声痛苦至极的声音传来，师姐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向他喊道：“阿兰，你快跑！”说完便再无生气了。阿兰此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先逃出门外，想先将此事告诉众师兄弟。殿门却又疏忽紧闭，身后的高无量凶相毕露，秒跑到哪去？擅入度殿，可是死罪，真可惜，还想再养你2年的。秒高无量说着，一股能量向他汇聚，并结为丝线，他竟是想夺了阿兰的精气。阿兰急忙念动法诀，召唤出宝剑，砍断了邪丝。高无量道法被破，恼羞成怒，阿兰却趁机逃到了后山上，但他并没跑多远，就被高无量追上，并被他击下了断崖。由于阿兰死无葬身之地，所以不能去地府，只能沦为孤魂野鬼，四处游荡。阿兰对高无量是恨之入骨，他即使成了鬼，也日夜坚持修行，指望能向他索命，却不想高无量随身都带着一块功法极深的翻天印，自己根本伤不了他。阿兰既报不了仇，又死无归处，痛苦不已。还好润云去昆仑山上采药，无意间发现了阿兰的尸骨，将他好心安葬，阿兰这才有了个归途。润云听罢阿兰的经历，不胜感慨，难怪自己见到阿兰时，他身上穿着的蓝衣那么眼熟，原来正是自己的，而且之前的疑惑也有了解释。看来自己之所以没见过师兄师姐，恐怕是他们都死在了高无量的私欲下了。不好，那张兄他岂不危险了吗？秒润云突然叫道。秒张玉那么对你，你还替他着想？秒阿兰冷笑道。润云摇摇头，秒不管怎样，我与他情同兄妹，他只是一时被贪念蒙蔽了双眼，我却是清醒的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秒，那好，我也愿助你一臂之力。秒阿兰道。秒，只要你能拿下那高无量腰旁的翻天印，他就将不是我的对手。秒。润云火急火燎地赶到渡殿，但终是晚了一步。门被击开时，张玉才刚停下最后一声哀嚎。哼，这个废物终究还是差了点意思。秒高无量吸收完张玉后，见到润云，却露出了诧异之色。秒润云，你不是失足堕崖了吗？秒旋即又望向张玉的尸体，恶狠狠道：想必是这丝故事欺瞒我，真是可恶。秒说完一脚踹下去，你杀死了张哥。秒润云悲愤交加，你这个恶魔。秒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就别想走了。秒高无量一个移形换影来到润云面前，对着润云胸口一拳，润云便再压在了地上。秒哈哈哈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才还没吸过瘾呢。几根丝线缠绕着他，润云只觉一股钻心剧痛传来，只要吸了你的精气，我的功力就可以再更进一步了。哈哈哈，秒高无量得意不已，加大了吸取的力度。润云痛苦不已，但他突然想起之前上山掌柜曾送了他一些礼物，其中一包是用来自保的毒蛰粉，他一直带在身上，于是一下又燃起了希望。他使劲摆动着胳膊挣扎，终于用2个手指把药夹出来，然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它撒在了手心。药粉顺着丝线，很快在高无量身上发挥作用，他身上奇痒无比，功法也断了。秒苟延残喘，秒高无量一声怒喝，重新施功。但润云已抓住这一时机，从他的腰畔举下了翻天印。秒小子，蚍蜉撼树，自不量力。
秒他一掌拍下，但掌风在接触润云的前一刻却戛然而止。润云抬头望去，只见高无量已是面无血色，在他身旁，阿兰正披头散发地望着他，朝他扑来。高无量随即倒闭地上，断了气了。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后，阿兰又出现了，对润云说：淼大仇的报，我也该投胎去了，感谢你的恩情。淼说完便消失了。那我呢？我又该何去何从？淼润云痛苦不已，自己还当真是命苦，从小就成了孤儿，本以为加入了昆仑派可以前途无量，不曾想自己亲如手足的兄弟迫害自己，对自己关爱有加，就像父亲一样的师父，也是在图谋自己的身子。突然，他目光一凝，向着弘仁堂的方向坚定走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